朋友们，你知道什么是平行宇宙吗？你知道在它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吗？这期视频呢，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，但如果你真的接住了、悟透了，那你有很大的可能性对扭转命运、创造财富呢，具备一种降维打击般的智慧和能力。好，重点来了，在生活中呢，有很多高人都会告诉你，凡人心随境转，患得患失，而高人是如如不动，心能转境。只要你改念，就可以改变命运。了凡四训中，袁了凡的命运被孔先生算定，不仅将袁了凡前面的事情推算得十分准确，从他再次读书之后的事情，乃至他一生的命运走向，方方面面都测算了个遍。袁了凡每次的大考小考名次的先后，一一都被孔先生算定，丝毫不差。至此，袁了凡对孔先生的测算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也完全肯定了一个人的人生命运是真的存在的。如果你不曾破掉你的习气惯性、业力掌控，那么一个人的命运是可以通过义理术数、因果变化测算出来的。但为什么又说命自己立，福自己求呢？袁了凡是如何改变了被测定的命运呢？关键就在于意识如何向内改变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内求，通过改变发愿改变命运。可是为什么你的念明明改了，但命运剧本却还是没有变化呢？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习气没有改，所以好的命运剧本你是守不住的。虽然有几天的变化，但是遇事很快又回到了之前的习气惯性里面，也就是你又回到了之前的人生轨迹当中。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呢？如果我们把量子看成是组成世界的基本单元，那么无数个认知念头就由无数个量子组成。这其中呢，每一个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意识就是成型的念头，也就是我们大脑里产生的想法，它们都是由更为细小的内隐记忆念头所形成。而大多数细小的念头呢，我们根本无法察觉。成型的念头和想法已经是一个结果。比如我想玩游戏，产生想玩游戏这个念头的过程，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念头，我们是不自知的，也就是受无明业力所掌控的。我们识别不到它，于是就把它呢称之为命运。而我们在一刹那间会升起无量的念头，每秒1280万亿次的生灭，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宇宙万象，都不过是我们念头投射而形成。因为这个生灭太快了，所以我们就把宇宙影像当作是真实的。我们看的电影是由1秒钟24张静止画面的生灭拼接的，仅仅是这样的画面都能让我们入戏。可我们念头投射的世界是1秒钟1280万亿次生灭，你又怎么会把它当作假的呢？太真了，因为那生灭波动实在太快了。就好比你的眼睛注视着面前手里的手机，实际这个手机是不断消失和出现的，它只是一种不断生灭的波动，一波连着一波，只是太快了，快到你的眼睛以为它一直存在，快到你的手感受到触觉以为它是固体的物质。我们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这6根呢，共同觉受着这个由更细微的念头投射显化的世界。6根互相肯定，互相确认，进而让我们确定世界的真实。但其实你看到的一切实体都不存在，包括你以为的你自己，全是人类制造的妄念。经典里说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万法唯心造。这里的心就是那颗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本心，是真正的你。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宇宙也不过是你投射创造出来的，是相用，
是真正的你感知自己、体验自己的一种方式。所以，真正的你创造并投射了宇宙。经典里把它叫做一念无明。这个关系用一句话来说，就像是鱼在水中不知水，人在心中不知心。人不是你，心才是你。人的身体和精神不过是你的心的投射。就好比你作为游戏里的角色，在游戏世界里，游戏角色可能会无法分别这只是游戏场景，可是作为玩家的你知道，角色所在的每个场景不过是加载的，只是这个过程太快了。真正的你是创造这个游戏的玩家，而不是你以为的自己。你是游戏角色，游戏角色只是一种体验。这些最为细小的念头没有任何形象，最小的粒子不再是实体，而是波。这种波是组成念头的基本单元，是创造一切的基本能量。此刻每个人观察到的世界就在自己心中，也在别人心中，就像一个共同的梦。所以这些基本单元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也叫做量子。它们既是波，又是组成物质场景的单元，也就是物理学所说的波粒二象性，也即是佛家所说的心物一元。那什么又是量子坍塌呢？首先你要明白，游戏角色的一生并不是连续的，而是每个当下都是生灭的。打个比方，把角色的一生比喻成一条曲线，对曲线做微分，每一个基本长度都是直线。这条曲线看似是曲线，其实是无数个当下的直线不断生灭拼接而成的，只是拼接的速度快到让人无法察觉间隙，以为是连续的。再打个比方，人生就像一场电影，它是个影像，而这个影像是由每一帧的静止画面组成。每个当下都是重新坍塌出一个新的自己，每个当下是重新形成的。你的每一个连续的动作都是由一个个静止的画面构成。如果把我们念头的升起比作灯亮，念头熄灭比作灯灭，那这个灯泡在1秒钟内已经闪烁无数次，只是因为频率太快，你感觉不到，所以觉得它是亮的。就像你感觉不到每个当下的坍塌，无数细微的念头，念念相续形成一个成型的念头。这个念头就是显化的相，就是上面我们以为的一直亮着的灯，也是我们所显化的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这个念头显化对应的相。如果还不是很清楚的话，那我再举一个例子。一根蜡烛，拿个火柴给它点上，蜡烛亮了。我们粗看，这个蜡烛它永远在亮，但是你看到的烛光是乱跳的。实际上，当我们拿火柴点燃蜡烛的时候，发出第一点亮光的蜡油已经消散了。之所以觉得跳动，是因为第2滴蜡油又上来，接着又亮起来了，然后是第3滴、第4滴，永远不断地接上来。我们看上去是一整个的亮光，实际上每一刹那那个亮光都在生灭。流水也是一样，电灯也是一样。当电力不足，我们才能看到它的生灭。如果电量充足的话，它的间隙是非常细微的，于是我们就觉得这个光是没有生灭变化的，但实际上它一直都在生灭。当我们不动念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混沌的，也就是量子物理学中的量子叠加态，和薛定谔的猫一样，是无数种可能叠加在一起的一个集合，含藏一切种子，一切可能的源头状态。只要你一动念，在一瞬间立刻就坍塌成你所感知到的显化的世界，你就进入了坍塌的世界。而这个世界并没有过去、未来和现在，因为只要一坍塌，未来的结果就确定显化了。这显化的一念，
就对应着这个时空当下的一个世界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动了念，就确定了一个显化的世界，有的只是当下。比如，我们拿此刻所谓40岁的你来说，当你的起心动念是一种惯性的时候，也就是受业力控制而形成一种惯性固定认知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所显化的世界，虽然是不断在每个当下坍塌而成的平行世界跳跃，但是每个当下已经具有了趋势惯性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心随境转。这些平行世界本质是由惯性牵引而来的，不会有差别。只有当你真正克服巨大的业力惯性，战胜自己的时候，在你的起心动念有大的变化的时候，那么显化的现实才会另有不同。这就是境随心转。当然，战胜不是压抑，而是一种淡化消业的过程。当你再次被业力惯性控制，回到旧有模式的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就又回到了原来的平行世界里，或者说又把这个世界显化出来了。实际上，一切无量平行世界都是存在的。如果我们升到4维，时间就不会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当下角色动的每一个念，就坍塌成一个完整的平行世界，也就是把这个平行世界显化了。你可能因为转念跳跃到了另一个平行宇宙，或者显化了另一个平行宇宙。但是就如上面我们说的，因为你背后的业力习气又把你拉回了这个宇宙，所以习气不变，结果就不会改变。大家都是同样显化出人的形态，那么我们就具有人这个频道很多相同的业力，这就是共业。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世界，会因为业力的相同而交织在一起，形成共业的世界。就好比你去问周围没有觉悟的人，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是个真实的世界。所有的人都在用已经显化为结果的意念，互相纠缠，互相确认，认幻为真。然而，显化的精神、念头、想法并不是真的你，情绪不是真的你，身体不是真的你，有限的身体、意识、念头等等，都只是无限的你的本体的投影、相用而已。好的坏的都只是体验。所以当观察量子时，量子就会受到意识的影响，坍缩成粒子。这就是观察者效应。观察者及创造者所有人的念头都在用着同一个世界的量子。我与你和万物的区别只是同一量子念生出的相。如果放下对这些相的执着，也就是起心动念，而显化世界之后，而不在这个相上继续念念相续，不再执着这个相，不在头上安头，骑驴找驴，回归到基本的量子念头，你会发现一切都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了了分明的形态各异，但又本质没有分别的整体。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忘我状态。量子念头拆分下去就是空，而这个整体量子世界的存在源自于空的第一次波动，叫做一念无明，根本无明的自我确认，是本心对自我存在的一种证明。本心本觉，因想要觉知自己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创造了无量的平行世界。本心本明，因想要自证光明而一念无明，生出了尘障之相，反而遮蔽了光明，形成了显化的世界。需要证明的爱都不是真爱，需要回报的善都不是真善。所谓善有善报，若是真善是不需要善报的。抱怨自己行善没有善报的，本身就是妄念的造作，是自我自私自利的演绎，识破自我的虚幻不实。这就是回到真我的无我状态。所以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如果内求，向内去认知本心，这才是真的向善。越是贴近本心，
越是拥有平和的力量，越是拥有无论生活情景怎么恶劣，都会从内心深处涌现不求回报的对当下拥抱的热爱和喜悦。若是真正的体悟到本心，就会体会自在无碍的大喜悦，跳脱出业力习气的控制，在不同平行世界穿越，我们的命运就有无量种可能，就看我们怎么选择。而无论怎么选择，想要显化什么样的人生世界，都不影响内在如如不动的喜悦、自在、平和。即使处于世人所经历的失业、离别、情伤等等糟糕的场景，仍然是美妙的体验。所以，人生就是每个起心动念的变现，不确定即是最大的确定。一念一当下，再念在当下，两个当下间的连续产生了线性的时间逻辑，即产生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也称三际。在三际中间，把同一个心念放在当下，并且覆盖延伸到每一个当下，就好比一路念佛念到晚，念到中间的时候，不刻意集中意念去念了，也没有其他的思想，好像愣住了，可是心里念佛还在继续，没有任何杂念，心不散乱，依然自然而然凝聚在念佛上。这就叫至心一处，一念带万念，入了定了，也就达到了止的境界。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越长，内观功夫就越纯熟。机缘一到，前念一灭，后念未生，思念脱落，连这一念都没有的刹那，顿悟觉醒，就回归了观的觉性，本有的智慧生出。你就会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你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